你们怎么又打起来了？若是让元帅知道了，又得挨罚。别打了，敖轩！小心！云墨，云墨哥哥，云墨哥哥，你干嘛老帮着他说话？你放开我！于墨有什么好？不过是一条低贱的小黑鱼而已。我可是东海龙太子。你放开我！我要去救云墨哥哥。于墨虽然不怕火，但是如果再这样烧下去，他的酒旗身份只怕就要暴露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想办法灭火。没用的，这可是东海龙族的赤名龙焰，就你这种三脚猫的仙法，根本无济于事。于墨，你刚刚吃的那个宝物可以保你性命，别害怕，你没事的。一个小小的仙士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你就等着他被烧成一条死鱼吧。敖轩，你如此心狠手辣，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。你救不了他的，好好跟着我。等我当上了四海之主，你就是我的皇后，我会对你好的。这是酒旗的浴火之光，云墨哥哥皆是酒旗后人。怎么，想通了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怎么回事啊？元帅，刚才我和于墨在比武，谁知他自己就……你胡说，分明是你故意纵火。云墨哥哥，云墨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哦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有点热。热，我给你扇扇。你竟然没死！如果你只是条普通的黑鱼，怎么可能在龙焰下存活？元帅，他身份一定有问题。元帅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雪灵芝。雪灵芝是水族上供的仙草，服下后便可以滋补仙灵。于墨便是服了雪灵芝，这才保住了一命。你哪儿来的如此珍贵的仙草啊？如今九重天的人人尽皆知，是我姐姐芷溪救了应渊帝君，帝君为了报恩，便把雪灵芝赐给了姐姐，姐姐又将它送给了我。而我跟于墨又是好友，我听闻他受到了您的责罚，便把这雪灵芝又给了他，这才救了他一命。你哪儿来的那么多又？你不在应渊帝君那儿好好的待着，深更半夜的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呀？还不赶紧给我回去！是，小的告退。你们几个小崽子不长记性是吧？上次罚的还不够是吗？玄心崖是比武的地方吗？北冥仙君千年精心饲养的珍稀灵兽，要是被你们几个小崽子给烧了、伤了，你们赔得起吗？你们？从今日起，敖轩、严旦，不，于墨，你们两个，都给我回到各自屋子里，闭门思过。没我的准许，谁都不得踏出屋门半步。是。帝君，芷溪有一事相求。帝君应当知晓，严丹无心仙阶，不喜修炼，这些日子在延续天宫当差，甚是艰辛难耐。我与严旦姐妹情深，实在不忍看她如此辛苦。还请帝君能将他调回玄心崖。是严旦的意思吗？
昨夜玄仙崖大火，颜丹为了救他的黑鱼朋友云墨，将极其珍贵的雪灵芝送了出去。颜丹与北冥仙君相识100年，交情甚好，如今又多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，换作是我，也会想回去的。他倒是大方。起来吧。这明明是你弯的心，却都在为别人求恩典。你没有什么想要的吗？听闻偃虚天宫有一种名为飞弦术的仙法，以琴为术，精妙异常，直系很是向往。不知帝君是否愿意将它传授于我？飞弦术的要领就是这些，你可记下了？记下了。当初在地崖时，本君教过你绝尘术。修行此术，需摒弃杂念，清心静灵。修行需要修心，你可明白？绝尘术，幸而我修习过此法。帝君教我的法术，我怎会忘记？谎话连篇，不知悔改。处置芷溪容易，但如何处置他，才能不伤颜淡的心，还需斟酌一二。帝君教了姐姐绝尘术，是了，我以为他梦中之人是自己，但他却从未在梦中唤过我的名字。宁渊始终喜欢的，都是帝压陪伴他的人罢了。他眼中白首一生的娘子不是我，是芷溪。芷溪有伤在身，仙法不稳，唐突帝君了，还请帝君责罚。翠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
会走出一滴泪吞海浪，执迷于遗忘，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最美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纸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不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见尘世苦短，情丝苦长，多情人不自量。我见良夜荒芜，良夜见我余恨所池塘。风卷一枝花开一场，望穿无望。不拆散，人对对双双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纸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不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云上我下转一角，山海无路万行舟。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情根未休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。胆敢再开人厮守。颜淡仙子来此何事？你认得我？当然，当初你与应渊帝君联手清剿了浅云宫的魔族内应，浅云宫上下仙士无不感激。当时只是帝君一人之劳，我是在旁边帮忙，幸运罢了。哪有？颜淡仙子有勇有谋，我还听说你的姐姐芷溪弯心救了帝君，你们姐妹俩当真是女中豪杰。颜淡仙子可有什么废弃的旧物需要焚烧，通通交给我便是了。
嗯。这沉香炉精致非凡，还依旧如新。颜丹仙子确定要将它烧毁吗？嗯。请您稍等。陆明，你别担心我，我在这儿过得可好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颜丹，你现在必须将真相如实告诉帝君，否则你会没命的。下毒一事，我绝不会相信是你做的。整个天界除了你，唯有芷心是四野汉的。你现在是不是为了保护他，才缄口不言的？芷溪与你是骨肉至亲，他却这样对你，你不去我去，我现在就去跟帝君说个清楚。不可！若你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你便不可以这样做。为什么？我与姐姐已经把话说开了，她有心魔苦衷，她的心魔便是我。这100年来，她一直活在我的阴影当中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她还是护了我100年。尽管如此，她也不能害你啊！恩情与辜负已经相抵消了。总之，你别再去为难她了。若是姐姐能够摆脱她的心魔，我愿意离开。总之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她都是我的姐姐。离开？你难道真的不想活了？怎么可能啊！应渊君已经答应我了，说他会保住我的性命，放我去凡间逍遥自在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都没有想到，我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我以前一直都在想，凡间一定很美妙，想下去看看。没想到这次便可以目睹它的风采了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此次去凡间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不如你带上余墨吧，应渊帝君太遥不可及了，所以你考虑考虑，和余墨在一起。你不是也很喜欢这个朋友吗？哎，你别乱点鸳鸯谱好不好？余墨可是我亲手喂大的小黑鱼，他叫我一声老母亲都不为过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承担，不要牵扯到别人。总之，我去意已决，你别再劝我了。若是你不怪我任性，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替我守护应渊君吧。果然有护灵丹的气味。
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。帝君，小仙乃是藏法阁的小仙士，今日误入此地，并非有意叨扰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这出戏可热闹了，应元君听完，心中的郁结也可消除一二。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是天善殿刚做的桂花糕，很好吃的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无妄之福？蛊毒一旦发作，便会无法自控的伤人。你放我离蜀，不仅救不了我，还会伤了你自己。荼毒3界，你还不快走！应元君，走！不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不走！走啊！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情根未休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，肝肝再开人厮守。狗蛋，也只有他能起得出这种名字，也只有他会这么傻的陪在我身边。菡萏花瓣，可压心魔；焚尽流色，欲火生香。应元君，莲池就在那边，里面的莲花都已经开了。应元君不用眼睛，一样可以看得见。你
着四季，我望着你的身影。原来，轻轻的岁月如星这一切都是你编织的谎言。狂澜与云霓，纷纷经过了天地。短暂的失去不许提，只剩你眼里，我该如何走向你？这场路回忆谋少一起，我会再次相遇，无论醒或不醒，空中人世换黎明。记忆就像是一片海，在这过去摸着未来。过来，心摊开，以蔚蓝尽流。燕燕君，你看这莲花都开了。之前你不是说了吗？等你眼睛好了以后，便和我一起赏花，你不许食言。你想不想看我们花界的星星？我变给你。好。做一夜酒尽，安然尘封每个你。来啊，来！一生芥蒂，同城的惬意，印度难表的情谊。相逢不惋惜，我努力。去越轨迹，我该如何守护你？在几次依然选择薄命，望穿没有秘密，叫人好生聆听。一盏长的万事情，你怎么这么傻？竟为这般无谓的谎言，不惜焚烧自己的真身。小梦蝶残景，虽能带人入梦，却唯有感知真爱，方可破茧成蝶。那晚，燕丹进入了我的梦中，与我共度一生的人，不是美梦所化，而是燕丹的真身。我还是会带着秘密而来。本君已查明，你在中毒前炼制保护气灵的丹药，此药需连服3日方可见效。这毒便是你自己所下。
严旦本不应该受刑，该上天刑台的人应该是你。严旦，严旦，帝君心里只有严旦。为何我苦苦为你守候千年，你却从来都不曾正眼看我？此乃吾案前的银烛灯，昼夜不息。应元君天庭日理万机，劳苦功高，吾就将此灯赐予你，全当吾的一番心意。想来这宫中仙气过盛，经过千年，这银烛灯的灯芯竟然修出了气灵，化为人形。应元君，他已在案前陪了你千年，不妨带回去，带回延续天宫侍奉吧。我与帝君本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你当本君不知？你罔顾天条，试图利用男女私情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本君点化你，好让你从气灵变为仙灵。不是的，起初我接近帝君的确带有目的，但我动心也是真的。真的？当年本君没有送你去天刑台，已经对你是莫大的宽仁了。我和严旦都是帝君的仙士，我谨小慎微，恪尽职守，他谎话连篇，处处犯错。但帝君却只对他包容庇护，却把我赶出延续天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帝君永远也看不到我？因为神仙本就应该无情。你说神仙无情？若神仙无情，那帝君方才的眼泪又是从何而来？若帝君与严旦当真生情，那情罚如何严酷？帝君修为深厚，又有帝尊护佑，必然能全身而退。可严旦，他受伤未愈，又遭此大劫，
只怕会灰飞烟灭。你在威胁我？帝君，银灯只求帝君能放我一条生路。下毒之事，帝尊已有定论。若贸然翻案，帝尊必会细究。严旦偷偷守护帝君之事，必然会暴露。帝尊对动情之事从无宽宥，若以断情线相测，只怕到时祸心可免，情法难逃。祸心之下，严旦尚有一丝生机，总好过情法加深，不死不休。若帝君网开一面，银灯在此立誓，从此缄口不言你与严旦生情之事，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此证，本君不会销毁。若你日后再敢造次作孽的话，本君绝不会饶了你。银灯，叩谢帝君。我日后定痛改前非，绝不再犯。望你日后好自为之。应渊，当年你以天条为由拒绝了我，现在我要亲眼看着你亲手送所爱之人上天刑台，让他恶你、恨你，永远不知你为他所做的一切。应元君啊，这白日里你就遣人送来一堆破烂物件，这深更半夜的还亲自来老夫的玄心崖收拾屋子呀？元帅，连夜来此有一事相求，还望元帅出手相助。那日对元帅出手，的确是。时隔日久，况且这段时间天庭也发生了太多的变故了，我早就忘了。哎，嘿嘿嘿，哎，你我能够活着从战场回来，实属不易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就尽管开口。我想向元帅求一份免责天书。免责天书？你要天书干什么？莫非你犯了什么大错？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求，而是为了严旦。那个古灵精怪的小鬼啊！他3日之后便要上天刑台受罚。此前已经遭遇过一次雷刑，若再受一次火刑的话，恐怕先领尽毁。所以恳请元帅，到时候以天书免除他的刑罚。这小仙士到底犯了什么错，竟要遭此重刑啊？个中缘由，不便言明。但严旦，他绝非作恶之人。你我比武多年，武德见人品，我深知你的为人。那原因我就不问了，这个忙我帮。元帅，不胜感激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但说无妨。之后，我会将严旦调回玄心崖。虽然他仙力平平，但他资质不凡。还望元帅收他为徒，
日后保他仙途安稳。那个小仙士虽然和你一起打过我，但是老夫就喜欢他这种肆意妄为的性子，还有他那份机智与胆量，配做我火德的徒弟。哎呀，应元君呀，老夫这么多年没见过你这么关心一个仙士啊！居然为了他还舍弃这万年钟爱的棋谱。不过你放心啊，老夫深知你对这棋谱的爱惜，老夫看完之后一定会将它完璧归赵的。不必了，所有的棋局都已经破解，从此之后，我不会再下棋了。云墨哥哥，我知道你是九旗族的后人，九旗神力不凡，怎么会破不了这元帅的结界？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云墨哥哥，试试我的幻心灵。赵兰，对不起，这幻心灵是因我而毁。等我救出颜淡之后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没关系的，这幻心灵不过是我身上随身携带的一些小法器而已。这样的东西龙族还有很多，你赶紧去救人吧。幻心灵已经想过，以后他会不会再想，不重要了。